上期说到，沈泽出轨引爆连环血案，陈雨桐惨遭虐杀化厉鬼，病房屠杀血溅3尺，富家千金惨死未婚夫眼前，偷情照片暗藏索命鬼影。今夜红衣女鬼真实身份即将揭穿，你敢闭眼吗？接下来请继续聆听。这照片里的沈泽是以自己办公室外的景色为背景所拍下的自拍照，而就在他身后窗户外的一栋大楼里，陈雨桐正趴在玻璃窗上窥视着沈泽的背影。陈雨桐竟然在这张照片里也出现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恐怖的念头顿时油然而生，只是这个念头实在是有些太不可思议，我自己一时之间也很难去相信。于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猜错了，我又找出了下一张照片，希望能找到证据来推翻刚才的念头。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似乎是沈泽的家里，应该是一张沈泽在试衣服时对着落地玻璃照下的照片。画面中，沈泽站在自己的房间里的红木床前，正拿着手机对着镜头拍照。我不停吞咽着唾液，在照片上仔细搜寻着，但这一次却并没有在照片中发现陈雨桐的影子。我在心里长出了一口气，看起来我刚才的念头果然只是自己想多了而已啊。正这么想的时候，我的目光无意中停在照片上一个之前我忽视了的位置上，就是这无意中的一瞥，让我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我看到的地方是沈泽身后的红木床的床底下，因为光线加上手机本身只有100万像素的原因，床底下一团漆黑，根本看不清楚任何东西。但若仔细去看，却不难发现，在床底下的这一团黑色之中，突兀地出现了一片灰色的反光，而这片灰色的反光就好像是藏在床底下的人脸。我连忙把那个手机拿了过来，在相册里找到了这张照片，然后按了几个按键，将照片放大再放大。我将脸贴向了手机屏幕，再仔细一看，果然在这张照片的床底下真的有一张脸。越是看那张脸，就越是觉得眼熟，这不就是陈雨桐吗？我的心脏猛地一紧，随后从桌子前站了起来。不只是我，正在看别的照片的三胖他们也忽然一个个扔下了手上的照片，一脸惊魂未定的样子。看起来他们也在自己的手中的照片上看到了一样的东西。陈雨桐，这个原本应该和沈泽没有任何交界点的女人，竟然曾经在沈泽手机里的自拍照中出现过，而且还不止一张。可是陈雨桐为什么会出现在沈泽的自拍照里呢？对于他的行径，我的脑海里跳出了一个名词：跟踪狂。这个名词还是我偶然在三胖屋里看到他玩游戏时学到的，意思是某些人因为爱慕某个对象却不知如何表达，便通过悄悄跟踪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接近对象的欲望。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因此那个时候我还以为三胖是在和我吹牛，这世界上怎么可能真的有这种人呢？想不到今天却还真的让我遇见了一个，而且还是个女的跟踪狂。紧接着见我们都看得差不多了，张队长便告诉我们，就如你们看到的，陈雨桐的精神其实在他出事前就已经有些不正常了。从照片上看，在强暴案件发生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跟踪沈泽，而且还是极其罕见的恶性跟踪。林谦疑问道，可陈雨桐怎么会去跟踪沈泽呢？按理说他们两个甚至连认识都很困难呢。张队长说，这就要说到陈雨桐的工作了。根据我的调查，他之前作为服务员工作的那家夜总会，其实就是第3起案件现场附近的那家夜总会，而这家夜总会也是过去沈泽经常去的地方。说完，张队长敲了敲桌子上摊开的照片，所以我怀疑陈雨桐就是在夜总会里认识沈泽的。陈雨桐很有可能在某天沈泽去夜总会消费的时候认识了他，随后对沈泽产生了畸形的爱慕心理，从而开始了对他的跟踪。
而根据那里的工作人员的口供，陈雨桐平时性格沉默，很少与人沟通，也没有什么朋友。他这样的性格正好符合容易出现跟踪狂的高危人群的心理特征。渐渐的，我开始有些明白沈泽为什么会让小混混去强暴陈雨桐了。为了佐证我的想法，我问道：“那陈雨桐的事情，沈泽他是知道的了？”应该是。张队长点了点头，告诉我们，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对跟踪狂的立法，因此警局里面并没有陈雨桐的犯罪记录。不过我在沈泽公司附近的派出所里找到了一份出警记录。根据记录上的描述，在陈雨桐被人强暴前的一周，一个名叫沈泽的男性青年当时因为发现有人跟踪他而报了警。当时出警的民警随后在他公司附近抓到了一个女人。张队长顿了顿，继续说道：“昨天我已经亲自找那个民警确认过了，他抓到的就是陈雨桐本人。不过因为跟踪这种事情并不能算是犯罪，所以民警只是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行动。倒是沈泽在那个时候情绪很激动，当着警察的面便开始威胁陈雨桐，叫他滚远一点，否则一定会给他好看。”听到这里，我想关于 Lisa 的真实身份，所有人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不过很显然，张队长的证据还没有全部拿出来。紧接着，只见他又从包里拿出了2份文件，一份是 DNA 鉴定报告，另一份则是一份市场中常见的交易记录。几天前你们要我调查的东西也有结果了，这个是林特派员从红衣女人身上得到的头发的 DNA 鉴定报告。张队长先把报告放在了桌子上，对我们说明道：“因为那次强暴事件，我们警方的数据库里正好有陈雨桐的 DNA 样本，鉴定人员把样本和你们给的头发上的 DNA 进行了对比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头发的主人有 99.99% 的可能性就是陈雨桐。”紧接着他又把另一份交易记录拿给了我们看，至于这个则是你们发现的几个布娃娃的交易记录。这些布娃娃我已经查到了，是本地的一家手工商品店里出售的。根据这家商店店主的交代，这批娃娃他是从本市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得到的。这些娃娃怎么是从精神病医院里得到的呢？林倩一震惊地说。张队长说，好像是那家精神病医院的院长做出决定的。那家手工制品商店的店主是精神病医院院长的亲戚，他有一次去院长家里的时候看到了这些娃娃，便向院长提议把那些娃娃放到他的家里寄卖，名义上说是可以拿卖出的钱来补贴改善院里病人的生活。当然实际上这钱多半是进了院长自己的口袋里。那家精神病医院莫非就是……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张队长冲我笑了笑。那家精神病医院就是现在陈雨桐被隔离的地方。更巧的是，听店长说，这些布娃娃的制作者就是那家精神病医院里的一个女病人。是陈雨桐？没错。张队长靠在了沙发上，对我们说，我掌握到的线索就是这些了。现在听了这些内容之后，你们觉得我对这个 Lisa 的猜测究竟有多少把握呢？我和林千怡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随后异口同声地说：10成。这次张队长给我们带来的线索让我们确信了那个英文名字叫做 Lisa 的女人一定就是陈雨桐无疑，而与此同时，她也就是造成这次连环伤人事件，并且在不久前杀死了包括柳思思在内3人的红衣女人的真身。结合我们之前对于红衣女人身份的推测，在我想来，整件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陈雨桐跟踪沈泽的事情被发现后，当时处理案件的警察虽然对他进行了教育，可是陈雨桐在被放走之后，却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对沈泽进行了跟踪。这一次，陈雨桐的跟踪一定很快便被已经有了警觉的沈泽发现了。而恼羞成怒的沈泽在知道找警察已经不管用了之后，便找了几个小混混，对陈雨桐施加了残酷的暴行。其目的也很明显，就是为了给陈雨桐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让他从此以后远离自己的生活。沈泽的目的达到了，陈雨桐不但受了重伤，
原本就已经出现了问题的精神状况更是进一步恶化，被医生判断为精神病，而强制送入了隔离病院。当然，在送他进入了隔离病院的理由里，有没有沈泽在幕后推动，这一点暂时还不得而知。只不过呢，沈泽在做出了这一切之后，却一定没有想到陈雨桐会是一个能力者。根据我们现在的推测，陈雨桐很可能是因为沈泽对他做出的暴行而产生了强烈的怨念，并且因此觉醒了自己的特殊能力。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749局的档案中就有许多原本只是普通人的能力者，因为突然出现剧烈的感情波动而能力突然觉醒的例子。至于陈雨桐的能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一种类似冤魂附身的特殊能力，可以让他附身在自己亲手制作的布娃娃身上。之后的事情就显而易见了，虽然本人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但利用自己的附身能力，陈雨桐开始附身在被带到外界的布娃娃身上，利用那些娃娃的身体来对伤害了自己的沈泽进行报复。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暂时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说，既然要报复的话，陈雨桐为什么不直接找沈泽报复，反而去伤害一些无辜者？不，也不能算是无辜者。无论是第一起案件的受害人柳思思，亦或是第二起案件的孙娜，他们两个其实都与沈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说不定第三起和第四起案件的受害者与沈泽之间同样也有类似的关系存在，只不过我们暂时还无法知道而已。至于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毫无疑问，自然就是把陈雨桐控制起来了。从他最终杀害了柳思思这件事情来看，陈雨桐对于沈泽的怨念正在一步步的加深。如果不及早将他控制起来，说不定接下来但凡是与沈泽有关联的人都会受到死亡威胁。不行，必须立刻阻止他。我站起来说，林姐，既然我们已经确认了陈雨桐就是那个红衣女人，又知道了她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就去把她抓起来吧。三胖也站起来赞同道，没错，我们赶紧走吧。等一下，张默这时候站了出来阻止我们说，我虽然赞同你们的想法，但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如果陈雨桐反抗的话，我们究竟该怎么把陈雨桐制服呢？他这些话还真把我和三胖两个人给问住了。一想到我们在医院里看到的情景，我便忍不住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附身在娃娃身上之后，陈雨桐不但力大无穷，而且还不怕枪弹。如果是近身战的话，就算是两个身体强壮的男子都不是他的对手。这样非人的怪物，我们之中除了林千怡能勉强对付他之外，其他人恐怕连几秒钟都很难支撑下去。而且别忘了，在医院里的时候，我们可是同时看到了两个陈雨桐啊。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们不能不做出陈雨桐很可能以同时附身在多个布娃娃身上的推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更是连制服他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呀。就在我为此感到头痛的时候，却见到林千怡对张默质问道，张默，你就不要卖关子了，既然你会这么说，一定是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了吧？张默对林千怡笑了笑说，果然还是千怡你了解我呀，我的确是想到了办法。到了医院之后，我可以以整个医院为阵眼，布写一个大型的驱魔阵法，只要激活法阵，便可以驱散医院之内一切被冤魂附体之物。但你的法阵对陈雨桐的能力能有效吗？他毕竟不是冤魂呢，而是在利用自己的能力附身在那些布娃娃。林千怡皱眉道。张默耸了耸肩，这我就不能保证了。如果你不愿意尝试一下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呼叫增援吧。要不然我们这几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对付超过2个以上的红衣女人的。林千怡没有立刻给出答复，而是低下头思考着什么，半天没有说话，显然还是有些犹豫不决。但就在这个时候，房间里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我们几个低头一看，才发现是张队长的手机。他不好意思地对我们道了个歉，便拿着手机跑到了窗边接听。什么？突然间，张队长对着电话那头叫了起来，跑了？你们怎么没人看住他？徐局长的命令。算了，你知道他可能去哪里了吗？什么？算了，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我直接和老徐联系。就这样，虽然我们听不到电话那头的人到底在说什么，但从张队长刚才透露出的几句话来看，似乎是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张队长，我刚开口想要询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见张队长歉意的对我抬起了手。抱歉呢，我等会儿解释。老徐，我是张鑫。沈泽的事情你知道了吗？为什么没有人看住他？之前的事情我不管，我希望你现在能立刻派人去精神病医院。沈泽那小子可能要使坏呀。我知道，我现在是停职了。可是，对，你才是局长，但是你听我说。等等，别挂呀！喂。张队长忽然把手机扔进了沙发里，一脸怒火中烧的样子。见状，林千一立刻问他到底是怎么了。一问之下，我们才知道，刚才给张队长打电话的是他的一个下属。这名下属在电话里告诉张队长，就在刚才没多久之前，原本还在病房里休养的沈泽竟然从医院里跑掉了。如果仅仅是离开了医院，那还可以认为这个公子哥说不定是已经从恐慌中恢复了，想要返回家里。然而刚才给张队长打电话的那个下属却说，他从医院的医生那里打听到，沈泽是被一群混混模样的人接走的，而且在离开医院的时候，有一名护士曾经听到沈泽对那些混混们说过，这次一定让那个女人彻底消失之类的话。一听到这儿，我便明白为什么张队长会如此激动了。毫无疑问，离开医院的沈泽是去找陈雨桐去了。和我们几个通过线索的推理，最终才判断出陈雨桐就是那个红衣女人不同，沈泽一定是在见到红衣女人之后便认出了她的真实身份。而现在从恐慌中恢复过来的沈泽找了一大帮混混离开医院，很显然就是想要再重演一次当初对陈雨桐的惩罚。不，这一次沈泽恐怕已经不只是想让陈雨桐遭受折磨那么简单，说不定是连杀了他的心都有了。在从张队长嘴里确认了沈泽准备杀掉陈雨桐之后，我们立刻便朝着陈雨桐现在所住的精神病医院隔离楼赶了过去，试图在沈泽的人到达之前将陈雨桐从医院中带走。不过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阻止陈雨桐被沈泽杀死，恰恰相反，我们真正想要救的人反而是沈泽和他叫来的那些混混们。如今被困在病房里的陈雨桐，仅仅是因为怨念便已经开始四处报复与沈泽有关系的人了。那如果当他再次亲眼见到沈泽的时候，这个拥有诡异能力的女人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恐怖的事情呢？关于这一点，我们5个人之中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亲眼见识一下。在半路上，趁着距离精神病医院还有一点时间的功夫，林千怡给我们几个人分了组，分配任务。为了争取时间，赶在沈泽他们到达之前将陈雨桐带走，我和林千怡还有张队长一组，负责找到陈雨桐，想办法将他制服后带走他。剩下的张默和三胖2个人则将在隔离楼外布置驱魔大阵，万一陈雨桐在被我们带走的时候使用能力进行反抗，那么林千怡就会用短信通知张默，用驱魔阵来限制陈雨桐的能力。当然，具体的细节还需要到了现场之后再根据情况进行安排。说到这儿，林千怡问我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有。林千怡的话音刚落，张默就举起手说，千怡，关于我的驱魔阵有一点我必须事先和你们说明，我的驱魔阵其实对于除了冤魂附身有效果之外，对于身处在阵内的普通人的灵魂也同样会有影响。三胖问，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驱魔阵一启动，阵眼里的普通人的灵魂都会被赶出身体啊？张默说，那倒不至于，普通人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远远比附身状态的冤魂要牢固得多，因此在驱魔阵启动之后，阵里的人顶多会暂时有些失神而已。但是别忘了，我们要布置阵法的地方可是精神病医院，那里绝大部分人都在精神上有问题，而用我们道教的说法，
精神有问题的人一般都是因为身体里的三魂七魄少了几个。这些魂魄残缺的病人，身体的魂魄和肉体的连接就要比普通人弱上许多，因此我担心，万一到了必须启动大阵的情况出现，那么在阵法里的这些精神病人的魂魄很有可能也会被阵法驱赶出来。既然这样，林千怡沉吟了一会儿，看向了正在开车的张队长。张队长，看来你的任务需要变一下了，到时候麻烦你去找医院的负责人，不管用什么借口，都要让他们把关着陈雨桐的隔离楼的病人都赶出来。你以前毕竟是本地的刑警队队长，这种事情只能麻烦你了。需要弄那么大动静吗？张队长有些犹豫。既然这样，要不然我再给徐局长打个电话，让市里的刑警队也过来支援一下吧。说到这儿，张队长立刻单手拿起了手机，给徐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试图说服徐局长同意派出警力赶赴精神病医院，但这一次的尝试再度以失败告终。徐局长不但回绝了他的请求，同时还警告张队长不要轻举妄动，再惹出什么麻烦事来。张队长不信邪，挂断电话后便直接打给了自己的几个老部下，想要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直接让刑警队出动。然而接到电话的几个部下却告诉张队长，徐局长已经抢先一步给他们打了预防针，让他们不准听张队长的话擅自行动，不然轻则降职，重则直接赶出警队。一连打了好几个人，得到的都是这个消息之后，张队长恨得忍不住用力地砸了一下车门，直接就在车里破口大骂了起来。我们劝了老半天之后才勉强消了气儿。10几分钟后，车子终于抵达了这次的目的地。不知是不是我们的运气好，在医院附近我们既没有看到什么混混模样的人，也没有发现沈泽的影子。见状，林千怡也不再迟疑，叮嘱了我们几句之后，便让大家按照之前的分配各自开始行动起来。张队长先走一步，去了医院的主楼找这里的负责人进行交涉，而我们4个人则分头从车上搬下了一堆事先准备好的油漆桶和刷子，随后便朝着那栋关押着陈雨桐的隔离楼走去。隔离楼和精神病医院的主楼并不在一块，而是在整个医院更加深处的位置里。从外面远远看去，那是一栋3层高的小楼，外表上看起来也非常破旧，就好像是一栋废弃的公寓楼一样。从张队长那里打听到的消息来看，这栋隔离楼其实以前是附近的一个民房工程。别看它表面上只有3层高度，其实地表之下还有差不多3层左右的地下室。那个陈雨桐现在就被关在地下室的最底层。至于一个精神病医院为什么会把病人关在地下室里，当初张队长打听到的情况是说，那栋隔离楼的地下室是专门用来关押可能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病人的，而陈雨桐就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当然，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陈雨桐被关在那里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沈泽在从中作梗。看到这栋有些阴森的隔离楼，手里提着油漆桶的3胖忍不住叫道：“喂，这算是什么隔离楼啊？啊，简直和渣滓洞差不多嘛！49哎，你们一会儿可要小心点呐。”我点了点头，和林千怡一起把手里提的油漆桶放在地上。这些油漆桶是我们出发前事先准备好的，一会儿张默要用它们来布置阵法。另一边，林千怡则对张默说：“张默，一会儿就拜托你了，一定要尽快把阵法布置好啊！一会儿万一出了情况，我会用短信通知你。”知道了，这边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快的。倒是49你，张默看向我，在里面一定要保护好千怡，要是他有什么意外，我是不会轻易饶过你的。我翻了翻白眼儿，心想都这时候了，张默这家伙还不忘记借着我来间接对林千怡献殷勤，实在是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了。
不过因为他这么一搅和呢，我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情倒是好了许多。和他们两个暂时告别之后，我们便进入了隔离楼内。一进隔离楼，我们便被楼里的保安拦了下来。只见那保安不耐烦似的对我们说道：“不好意思啊，这里是隔离区域，不接待探视。”林千怡没有多做解释，直接让我拿出了警察证，然后说：“我们是警察，来这里是为调查一个病人，听说他现在就在你们这儿。”保安被我们的身份吓了一跳，兴许是不明白警察为何会找到精神病医院来，他明显不太信任林千怡的话，拿过了我的证件，仔细的看了一眼，才递还给了我，问道：“你们要找哪个病人呢？”“陈雨桐。”“他？”保安有些惊愕，随即又摇了摇头：“不行，院长交代过，谁都不能见他的。”然而林千怡立刻用严厉的声音命令道：“我们正在执行任务，如果你拒绝配合的话，那就别怪我们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将你一块带回警局了。”这名保安被林千怡突然变化的语气吓了一跳，总算是识相的不再拒绝，给我们指出了通往地下的楼梯位置之后，这名保安告诉我们，陈雨桐就在地下3层最里面的房间里。随后林千怡又命令这个保安赶快带着所有人离开这里。但是这一次我们警察的身份就没用了，因为没有得到领导的指示，所以呢，保安直截了当地回绝了我们的要求。见状，林千怡也没有去逼他什么，反正一会儿只要张队长说服了这里的负责人，他们几个总是要出去的。走进楼梯，又向下走了2-3分钟，便来到了地下3层。映入眼帘的是昏暗的灯光，一排排如同监牢一样的空置病房，以及长长的地下通道。除此以外，空气里还散发着一股霉味和消毒水混合的臭味。这股臭味让我忍不住捂住了鼻子说：“好臭啊，林姐，这里怎么可能住人呢？”林千怡四下打量了下说：“看起来陈雨桐会被关在这里，肯定就是沈泽的功劳了。为了报复陈雨桐，他还真是费尽心思。”沿着走廊继续走下去，一切就如保安之前和我们说的一样。在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陈雨桐。透过病房门口窗户上的铁栏杆，我们看到陈雨桐正坐在房间内的铁床上，手里拿着镜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梳着那一头有光泽的黑色长发。随后他似乎是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借着手中镜子里反射的影像看到了我们，然后回过了头。亲眼看到陈雨桐本人，我不禁倒吸了一口气，因为面前的陈雨桐并非是我在张队长给我们看的照片里那个给人朴实保守印象的女性，而是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当然，我这么说呢，并不是指她的容貌有所改变，纯粹以五官来看，陈雨桐依旧只是勉强达到了普通女性的水准，只不过相比照片上的陈雨桐，现实中的她还散发着一种特别的病态美的气质。你们几个是？陈雨桐的声音从房间里传了出来，听上去一点也不对我们的到来而感到惊讶与戒备。我和林千怡对视了一眼，随后便开始按照商量好的计划行事。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张默布置好驱魔阵之前，先行打探清楚陈雨桐究竟是不是这次事件的真凶。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必须等张默的驱魔阵布置完毕，方能开始行动，把陈雨桐带走。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无需继续浪费时间，即刻就可以把他带出这里。你是陈雨桐小姐吗？我问道。是的。陈雨桐放下了木梳，看向了我们。与来之前的预想有些不同，陈雨桐看起来非常清醒，一点也不像是一个精神病人的模样。他走到了病房门前，
隔着铁栏杆看着我们俩，随后问道：“你们找我有事吗？另外，你们到底是谁？这里应该除了精神病医院的人外，其他人是进不来的吧？”抱歉，我们其实是警察。我不动声色地说出了我们的身份，同时眼睛紧盯着陈玉彤的脸，希望能有所发现。然而陈玉彤在听到我们的身份之后，并没有露出什么慌张的神情，他反倒有些惊喜地对我们说：“你们真是警察吗？拜托了，请把我从这里带走。”啊，这一次反倒是我们两个感到意外了，因为我们没有想到陈玉彤竟然会主动要求离开这里。虽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目的，但是陈玉彤的反应却让我们不由生出了警惕心。林千怡问道：“陈小姐，你难道不能离开这间病房吗？”陈玉彤有些意外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能离开这里的话，我早就离开了。你们不知道，我其实根本就没有神经病，会被关在这里都是因为别人的陷害，请你们两位救我出去，拜托了。”一边哀求着，陈玉彤一边把自己从医院离开之后被人关进精神病院的遭遇和我们说了一遍。当说到自己明明什么问题都没有，却被这里的医生硬要说成是神经病，还被他们关在了这间地下室，每天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甚至连远在外地的家人都不让他联络的时候，陈玉彤更是在我们面前流下了痛苦的泪水。我和林千怡互相看了一眼，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相同的困惑。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陈玉彤的反应看上去都很正常，她不但不像是精神病，更加不像是那种会为了一个男人而到处伤人的疯子。难道我们之前所有的判断都错了？她其实并不是什么心理病态的能力者。于是我悄悄对林千怡问道：“林姐，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这次事件的真凶另有其人吗？”林千怡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啊。总之呢，我们还是先把他带走吧，不然一会儿那些混混们来了就麻烦了。”我想了想，也觉得是这个道理，于是便对陈玉彤说：“陈小姐，那你先退后点，我们来想办法把门打开。”“好的。”陈玉彤应了一声，便稍稍远离了房门。见状，林千怡便撩起了衣服袖子，因为我们没有钥匙，她准备强行破开铁门放陈玉彤出来。但是就在林千怡即将动手的前一刻，我忽然从门上的窗户里看到了陈玉彤嘴角露出的冷笑。我打了一个激灵，立刻把林千怡拦了下来：“林姐，你再等等。”林千怡不解地看着我，房间里的陈玉彤则不满地说：“怎么了？你们还不放我出去吗？”“是啊，四九，你怎么了？干嘛要拦我呀？”“不是。”我冲着林千怡眨了眨眼睛，低声说：“林姐。”陈玉彤有些古怪。闻言，林千怡便转头看了看陈玉彤，却没看出什么，又把目光转向了我。我也没说什么，而是把林千怡从房门那儿稍微拉远了一点，随后对房间里的陈玉彤问道：“陈小姐，放你出来之前呢，我想先确认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就不能等我出来再问吗？你没在这里住过，不知道这里的生活多么的难熬啊！我实在是不想继续待下去了。”陈玉彤含泪哀求着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快要被恶劣的环境逼疯了的女人一样。然而她越是表现出想要离开病房的急切愿望，我的内心深处就越是对她产生了更多的怀疑。“陈小姐，你真的是已经受不了了吗？可我看你刚才还有闲心梳头发呀。”“没错。”陈玉彤此刻虽然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了相当的痛苦与绝望，但是在我们刚刚进入这里的时候，他其实正坐在床上梳头发。一个对生活已经充满绝望，
痛苦无比的女人是不可能还有闲工夫去梳头发的。你说什么呢？一个女人再怎么痛苦，也会注意自己的仪表吧？可刚才看起来，陈玉彤还在竭力掩饰，但她内心中的动摇却已经露出了端倪。果然，她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于是我又问道：“那么，有关红色风衣的女人，陈小姐，你有印象吗？”事实上，我们这次来找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近1个月来，杭湖市这边发生连续多起伤人事件，而事件的嫌疑人就是一个身上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说起来，她身上的那件红色风衣和陈小姐你的很像呢。陈玉彤止住了哭泣，面色开始逐渐变得有些阴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是我做的吗？你看看我现在的处境，我连这个地下室都出不去。的确啊，陈小姐你乍一看的确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事件的嫌疑人却和你长得很相像，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呢？我不知道。陈玉彤有些激动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表面上看，我只是被关在精神病医院，实际上是地下牢房的可怜女人。你们难道仅仅凭借着几个婊子的谎言就要怀疑我吗？你们这些警察真正的犯人不去抓，却总是喜欢欺负无辜者。上钩了。当听到陈玉彤方才所说的话后，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总算抓到了他在撒谎的证据。对于陈玉彤会如此快地露出马脚，我既感到有些意外，却又是在情理之中。毕竟对于一个已经有了严重精神病症状的女人来说，要想在激动之余注意到自己说出了什么，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陈玉彤才会在刚才在无意中暴露了自己其实就是这次事件犯罪嫌疑人的事实。陈小姐，你为什么会知道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会是女人呢？我刚才应该只说过在这次的案子里有多人受伤，却从未说过受害者是女人才对呀。你没有说过吗？陈玉彤明显有些慌乱了起来。他虽然还在竭力的掩饰，却已经再也无法欺骗到我们了。我给林千怡使了个眼色，让他用手机联系下张梦，看看他们的驱魔阵布置好了没有。自己继续说道：“不用再撒谎了，陈小姐，其实外面的那些事情就是你干的吧？”可我一直都在这个地下室，从来都没出去过。见到陈玉彤仍在狡辩，我使出了最后一击：你不需要出去。事实上，你在被人强暴之后，因为绝望和怨念而觉醒了某种特殊能力，这种能力能够让你附身在自己亲手制作的娃娃身上。我说的没错吧？走廊里忽然安静了下来，陈玉彤瞪大着眼睛看着我，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但紧接着他的嘴角翘了起来。想不到警察里面还是有厉害的家伙吗？这都能被你们查到。似乎是已经知道隐瞒不下去了，陈玉彤好像自暴自弃似的放声大笑，就连为了和张默取得联系而一直在发着短信的林千怡也因此露出了惊讶之情，抬头凝视着他。我继续说：“陈玉彤小姐，你的遭遇的确让人同情，但是在觉醒了能力之后，你为什么要因为自己的怨念而对其他无辜者进行报复？你这么做……”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地方误会了。陈玉彤忽然打断了我说：“我话说在前头，我做的一切可不是什么报复，那些人也不是什么无辜者，他们的遭遇根本就是活该。谁叫他们惹了我的亲爱的？对了，说起来，你们也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我的亲爱的就是沈家的公子沈泽呀，我呀是命中注定要和他在一起的哦。”沈泽？林倩怡愣了一下，随后问道：“可他说过根本不认识你啊。”“你在撒谎！”陈玉彤尖叫道：“他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我和他可都一起睡过呀，就在差不多1年之前来着。”忽然间，
陈雨桐开始像倒豆子似的说起了自己和沈泽的过去。或许是因为这些事情一直藏在心里太久的缘故吧，他的话一出口就仿佛停不下来似的。我和亲爱的相遇在我工作的夜总会里，虽然我们的邂逅只是一次偶然，但我却在那次邂逅中感觉到了命运。哈哈，只要一想到那个甜蜜的夜晚，我就兴奋的不行。然而，亲爱的在那一晚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哎，那一晚他终究只是喝醉了。平时他那么忙，见过的人那么多，或许连我的样子都不记得了。所以呀，我就想，既然亲爱的记不起来我的样子了，那我就经常出现在他身边，只要他无论何时何地都见到我，或许亲爱的就会想起我们的那个晚上了。不过亲爱的毕竟是沈家的大公子嘛，他家里人为了他的安全把他管得那么严，我都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他身边，所以我决定在这之前先偷偷摸摸地去见亲爱的，让他能够习惯和我在一起的感觉。他睡觉时我就躲在他床底下，他工作时我就在他公司附近的大楼里，在他出去玩的时候我也远远地看着他。只要这样，无论何时何地，亲爱的都能感觉到我的存在，然后他就会习惯和我在一起的感觉，然后就会接纳我，爱上我。听着陈玉彤用燃烧一般热烈的语气所说的话，我和林千怡两个人却觉得周围的空气越来越冷。曾几何时，我还以为爱情都是美妙的，可没想到有些爱情却能比那些最惊悚的恐怖片还要让人浑身发冷。我忍不住举起双手堵住耳朵，想要把陈玉彤的话语挡在耳朵之外，可是他那兴奋的有些过头的声音还是传进了我的耳中。然后半年多前，亲爱的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不过他应该是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女人能为他做到那种程度，所以他给了我一场试炼。我被一群小混混袭击了，他们是亲爱的雇来的，目的就是要考验我对他的爱情。那一天真的好痛苦啊，被亲爱的以外的男人穿透了这副身躯。但是啊，我忍住了，为了亲爱的，我忍住了呀，因为这都是亲爱的对我的爱。他是在试探我是不是真的爱着他，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也是亲爱的给我的试炼之一吧。多亏了亲爱的，我到了这里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普通人，我可以用娃娃变出无数个我出来啊！现在的我已经变成最适合亲爱的完美女人了，只要有我一个，亲爱的就不需要别的女人了，不，就算是男人也不需要了。除了我以外，亲爱的不需要任何人，他只要有我就足够了，只要有我一个人。林千怡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说：“你真的疯了？”陈玉彤看着林千怡笑道：“哦，你不懂，这就是我对沈泽的爱。好了，请赶快把我放出来吧，亲爱的还在等着我呢。”不好意思，那可不行啊。我接过话说：“我们不能放你出去。”说到这儿，我看了看林千怡，后者对我微微摇了摇头，看起来张默的驱魔阵还没有搞定。于是我继续说：“至少现在不能。”怎么了？难道你们是害怕我像对付那些贱货一样对付你们？放心好了，只要你们不去烦我的亲爱的，我是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陈玉彤平静地说：“贱货？说到这个，你为什么要杀死柳思思，还有孙娜他们呢？就仅仅是因为他们和沈泽有关系吗？不然呢？凡是对亲爱的示爱的坏女人，都要一个不留的排除掉。”陈玉彤说起排除两个字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说打扫垃圾一样平静。林千怡又问他：“那个小孩呢？还有在夜总会上班的那个小姐，
他们和沈泽并没有什么联系啊。陈玉彤哼了声，哼，他们两个，那个妓女就不用说了，以前亲爱的来夜总会的时候，总喜欢点她陪酒。至于那个死小孩，他曾经划过亲爱的最喜欢的一辆跑车，把亲爱的气了个半死。所以这两个家伙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竟然只是为了这种理由，我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想要离面前的这个女人远一点。果然，陈玉彤的精神状况已经很危险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对他人拥有如此恶意的能力者。这样危险的人物，在没有万无一失的措施前，绝对不能将他解放出来。就在这时候，楼里忽然响起了巨大的警铃声，无法忽视的声响让我和林千怡不由得抬起头。林姐，这是……林千怡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手机便震动了起来。她看了一眼后对我说：“是张队长，他们把这里的消防警报拉响了。”后来等一切都结束了之后，我才从张队长那里得知，原来他之前和这里的院长交涉之后，还是以失败告终。那位院长不知从哪里得知了张队长已经被停职的消息，因此对于一个早就已经停职了的刑警队队长的命令，那位院长直接选择了无视。而明白自己继续劝下去也是白费力气的张队长，便在这之后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他直接拉响了隔离楼里的消防警报，用这种已经可以算是违法了的方式，把隔离楼里面的人全部从楼里赶出来。时间再度回到当时，在听到警报已经响起来之后，我便知道张默那里一定也差不多了。于是在铃声的掩护下，我悄悄示意林千怡赶快给张默那里发短信，让他立刻把驱魔阵启动起来。只要驱魔阵能够起作用，陈玉彤的能力就会被暂时封住，我们就能把他从病房里弄出来带走。至于离开阵法之后陈玉彤是否会再次施展能力，这一点倒也不用太担心。林千怡和我说过，能力者在麻醉状态下是无法发挥能力的，因此这一次我特意从装备箱里拿了一管强效麻醉针，准备到时候借着阵法的掩护，用这个先把陈玉彤给麻醉了，然后再带他离开这栋隔离楼。我的计划看起来很完美，然而接下来整个计划却在第一个环节里便出现了差池。首先是林千怡给张默发出去的短信，就好像是一下子石沉大海似的，迟迟没有半点回音。而在警铃都已经停止了差不多10分钟之后，张默确认驱魔阵已经启动的短信也依然没有发过来。于是林千怡便想要给他打个电话来确认，但电话打出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大概是因为处于地下的缘故，这里的电话信号状况很差，收发个短信还勉强可以，但想要拨打电话却是想都不用想了。见状，我正准备对林千怡提议出去看看情况，却忽然从楼梯口那儿听到了一阵剧烈的脚步声传来。紧随着这阵脚步声传入地下室的，还有一个我无比熟悉的声音：快快快，那个臭婊子就在这里！是沈泽，他竟然来了。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紧接着一群穿着各式各样打扮的流里流气的男人便从楼梯口一拥而入。这些人手中拿着匕首和西瓜刀，还有铁棍，甚至还有人带着铁链这种夸张的东西，一看就是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他们在楼梯口确认了安全之后，一个脸色惨白的公子哥从人群中间走了出来。他先是在几个病房前看了一圈之后，才发现了在走廊尽头的我们，远远打招呼道：哟，这不是2位警官吗？你们也在这儿啊？这个讨厌的公子哥就是沈泽。想不到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从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状态恢复了过来，亦或者之前医生说他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的状态，根本就是为了保护他而蒙蔽警方的一种手段。不管怎么样，从他身后的那些混混身上就能看出来，沈泽会出现在这里的目的果然是和我们预料的一样，是来找陈雨桐复仇的。沈先生，你是来找陈小姐的吗？林千怡问道。沈泽古怪地冲着林千怡一笑，说道：看起来你们已经知道那个女人了。也对，要不然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我就老实告诉你们吧，我这次来就是为了那个可恶的女人。林警官，这次的事情和你们无关，请不要妨碍我们。沈泽的话音还未落下，在我身旁的病房里忽然传出了陈雨桐那有些阴冷病态的笑声，砰！紧接着一个重物撞击铁门的声音突然响起，我转头一看，差点吓得后跳了一步。就在关押着陈雨桐的那间病房的铁门窗户上，陈雨桐正双手紧抓着铁栏杆，拼命把自己的脑袋往栏杆之间的缝隙里挤。与此同时，他的双眼也朝着楼梯口的方向使劲地望去。啊，沈泽，亲爱的，你居然亲自来见我了，好开心呐！哈哈哈哈！沈泽被突然响起的陈雨桐的笑声吓了一跳，他稍微走近了几步，待看清了窗户里的人脸之后，立刻怒喝一声：“疯女人，你在说什么？谁是你亲爱的？你再说一遍！”然而沈泽却没有料到，自己刚才接近了陈雨桐的动作，却反而引发了对方更大的反应。沈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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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陈雨桐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沈泽的名字，同时反复地用头撞击着窗户上的铁栅栏。他的动作幅度大得惊人，哪怕是额头上已经开始有鲜血流淌而下，依旧完全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样的用头锤击着窗户，把铁窗户撞得砰砰作响。沈泽哪里会料到陈雨桐对他的执念已经严重到如此的地步，立刻就被吓了一大跳。他慌张地朝着身后退了几步，随后便喊道：“那个谁，给我把东西拿过来！”一个混混立刻紧张地说：“先生，这里可是有外人呢，别给我啰嗦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不待那人回应，沈泽已经自己冲了过去，从那人身上摸出了一样东西，竟然是一把土制的手枪。沈泽，快住手！见状，林千怡就要冲上去阻止他，幸亏我反应及时，从身后拉住了他。下一个瞬间，沈泽已经扣下了扳机，朝着陈雨桐胡乱射击了起来。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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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啊！一连好几发子弹在我们面前呼啸而过，朝着陈雨桐直飞而去。但是沈泽手里的毕竟是一把土制的手枪啊，别说他一个公子哥根本就没有经过什么射击训练了，那把土枪的命中率也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沈泽射出的子弹最后连一发都没有命中陈雨桐，反倒是打在了距离我们只有不到半米的墙上。直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在那天医院里的事情发生了之后，沈泽是真的精神失常了。否则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在2个警察面前开枪呢？将打空了子弹的手枪扔在了地上后，沈泽对在身后干愣着的混混们下达了命令：就是那个恶心的女人，给我宰了她！只要那个女人不死，我一辈子都得活在噩梦里。杀了她，我出1000万买她的命！杀了她！沈泽嚷嚷完之后，便躲到了那些混混们的身后。而那些混混们虽然起初还对这个要他们杀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的命令而感到困惑，但这种困惑也只是仅仅持续了几秒钟。当人群中有一个混混也为沈泽的重赏而红着眼睛走向病房的时候，其他人也开始动了起来，看起来是准备对陈雨桐动手了。此时林千怡向前踏出了一步：都住手，我们是警察，谁敢再上前一步，别怪我们以蓄意谋杀罪逮捕你们。那些混混一听林千怡的话，眼神立刻开始迟疑，但紧接着沈泽便扔下了更大的诱惑：杀了他们，把他们一块儿杀了！沈泽已经什么都不顾了，他指着我们大喊道：警察又怎么样？谁要敢阻止你们，就把谁杀了！
出了事情我会替你们出头的。1000万不够，我就出3000万。3000万，简简单单的3个字，却引起了一片哗然。如果说之前那些混混们不过是有些见钱眼开的话，那么此刻他们的眼神已经是完全的被金钱蒙蔽了双眼。干，不就是2个警察吗？一人一刀杀了他们，那3000万就是我们的了。就算是平分，一人也有近100万了，拼了！很显然，在沈泽的这笔巨款面前，林千怡的身份已经阻止不了这些混混们了。见状，不等他们反应，林千怡便选择了主动出击。来这里之前，因为已经确认了枪械对陈雨桐可能不起作用，因此我和林千怡2个人并没有带上手枪。不过尽管如此，林千怡却还是有另一个比枪械更加致命的武器，那就是他的力量。仅仅是下颚被击中了一拳，冲在最前头的混混便立刻昏了过去。林千怡随即踹飞了他手里拿着的短刀，插在了另一个混混的脚边。在胆怯的混混进退两难之际，林千怡没有助跑，便直接跳了过去，对着他的心窝飞起了一脚，如同保龄球一样，一下子便撞倒了一大片人。看到这一幕，就算是已经知道林千怡很强的我，也忍不住在心里暗叹了一声：好强啊！不愧是在749局号称最强的肉搏机器的林千怡啊！单单是在肉搏战上，果然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你们这些蠢货，他就1个人而已啊！只见依旧站在最后方的沈泽，见到自己找来的这些混混们竟然被一个女人挡住了去路，顿时用怨恨的眼光看着林千怡，指着他大叫了起来：干掉他，快干掉他！可是沈少，那个女人好强啊！别管他了，他再强也只有1个人，先去把病房里的那个女人给杀了。听到沈泽的叫喊声，那些混混们立刻变更了战术。虽然林千怡依旧在拼命阻拦着他们，但却有更多的混混直接无视了他，趁着混乱朝我这里摸了过来。我可不是林千怡啊，虽然已经在749局里接受过一些肉搏方面的训练，但就我这点能耐，对付1个混混还好说，2个混混勉强也能应付，但是同时面对3个以上的手里拿着武器的混混，我就完全无计可施了。很快，就在我被一个拿着铁链的混混逼退到了角落的时候，我看见了2个混混已经冲到了病房门前，用手里的土枪打碎了门锁，随后撞开大门，将枪口对准了房间里的陈雨桐。时间在这一刻仿佛一下子慢了起来，隔着远远的，我清楚地看到了房间里的陈雨桐脸上那从容不迫的表情。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依旧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眼睛里只容纳得下远处的沈泽。亲爱的，你还要继续考验我吗？好吧，我接受你的考验，只要度过这一关，我就能与你永远合为一体了。举着枪的2个混混互相对视了一眼，这个疯女人在说什么呀？我怎么知道？赶快做了他，3000万就是我们的了。就在这2个混混眼看就要扣下扳机钳的那一刻，在我视线所看不到的墙壁背后，突然伸出了2只苍白的手，一左一右抓住了那2个人的脑袋，随后这2只手各自向后猛地一拽，把那2个混混拉入了我视线的死角中。差不多3秒之后，2声凄厉无比的惨叫随即从病房里响了起来。走廊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听到了这2声惨叫，原本还正在和林千怡交手的混混们也因此都停下了动作，所有人都好奇地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有我因为看到了刚才突兀的从房间里伸出来的2只手而想到了什么，
我当即对还在往陈雨桐的病房冲过去的人叫道：“赶快从门口离开！”听到我的这声提醒，林千怡也很快地反应过来，他也不去管还愣在身边的几个人，便朝着陈雨桐所在的病房冲了过去。然而林千怡仅仅跑了没有几步，便停了下来，视线凝固在了病房门口。紧接着我们便听到陈雨桐用那明显有些异样的兴奋语调，对着沈泽所在的方向大喊道：“来，亲爱的，请好好看，这就是我为了你而获得的爱的力量。”就仿佛以那句话为信号一般，从陈雨桐所在的病房内突然出现了大量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们。这些红衣女人有的手握着斧头，有的拿着镰刀，还有的留着尖锐如同鹰爪一样的手指甲。他们从陈雨桐的病房里不断地涌现出来，很快便钻出了超过30人的惊人数量。陈雨桐的病房不过是一间不到10平米大小的小房间，里面自然不可能塞得下那么多人呢。更何况我和林千怡2个人之前还看过他的房间，那时候房间里除了陈雨桐之外就再无其他人存在了。因此眼前的这些红衣女人毫无疑问一定就是陈雨桐利用他的能力附身在布娃娃身上变出来的傀儡。不过这些红衣女人的数量未免也太多了一些吧。虽然我们已经预料到陈雨桐可能会使用自己的能力进行反抗，可实在是没想到他竟然能同时附身在那么多布娃娃身上。因此一时间呢，林千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撤到了我的身边。而另一边，面对着这些莫名其妙突然出现的红衣女人们，沈泽招来的那些混混们也产生了动摇与恐惧之情。他们是混子没错，可却不是傻子呀。眼前的这些女人身上散发出的阴冷恐怖的气息，就算是这些混混们也察觉到了。不过就在他们愣神的功夫，那些红衣女人们突然开始扑向了这些混混们，没能跟得上事情的变化。身处在最前方还愣在原地的几个混混最先遭了殃，其中一个混混被一个红衣女人一口咬住了脖子，另一个混混则被镰刀将身体砍成了2截，还有一个人的右手在猝不及防之下被齐根砍断。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这些长相完全一模一样的红衣女人一下子就唤醒了沈泽几天前的记忆。他一边哀嚎着，一边想要躲在混混们的身后，同时大叫道：“还愣着干什么？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呐！”沈泽的哀嚎以及被攻击的几个混混们的惨叫声，总算是把所有人都惊醒了。胆子最大的几个人立刻踏上前来，用匕首用西瓜刀加以还击，甚至又有人拿出了土枪，朝着冲过来的红衣女人们射出了子弹。我和林千怡2个人为了不被跳弹击中，只能躲在走廊尽头的隐蔽处缩着，眼睁睁看着面前的惨剧不断发生。最初这些混混们还能凭借着一股子狠劲儿和那些红衣女人们正面火拼起来，可是没多久，那些红衣女人们就占据了优势。那些混混们惊恐地发现，他们不但在人数上并没有优势，支撑起他们勇气的那些武器也似乎对红衣女人们完全不起作用的样子。他们的子弹打在了红衣女人的身体上，却完全没有反应，用匕首插进了女人的肚子，却看不到对方有半点痛苦的表情，甚至连用西瓜刀砍他们的脑袋也只是让对方愣了半晌，紧接着便顶着挂在脑袋上的西瓜刀用手里的斧头回砍了过来。而反观那些混混们，却在不断出现新的伤亡，有的人被斧头砍下了脑袋，有的则是被镰刀割断了动脉。就算是那些身手了得，明显像是练过的混混，现在也开始气喘了起来，
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啊？怪物，这女人是怪物啊！救命！救命啊！终于，在平时面对普通老百姓时穷凶极恶的这些混混们，完全对面前的红衣女人们感到害怕了。他们开始丧失斗志，陷入了绝望的恐惧之中。除了已经被红衣女人们缠住的几个倒霉蛋外，其余的混混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向后撤退。他们夹裹着已经眼泪鼻涕一大把的沈泽，便想从来时的楼梯口里逃出去。几个混混冲在最前头，抢先一步便冲进了楼梯口，其他人也快速地在后方跟着朝楼上奔跑了过去。但他们没走几步，便忽然停在了楼梯上。跟在后头的混混们被堵在了半路上，立刻便大骂了起来：妈的，前面的几个傻子到底走不走啊？那些怪物就要追过来了。那几个混混刚骂出口，便感觉到面前有一团黑影呼啸着朝他们砸了过来。那是一个身体已经被扭曲成不规则形状的男子，而这个男子正是之前第一个冲进楼梯口的混混，但他现在已经倒在地上，不停地咳着血，同时对身旁的人发出微弱的求救声：救救我！混乱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抬头向楼梯上方望去。紧接着他们便听到了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4个和之前病房里走出来的红衣女人长得一模一样的红衣女人们从楼梯上走了下来，正满脸可怖微笑的朝着他们走了过去。见状，混混们立刻快速的如同潮水一样退回了走廊里。你们想想办法啊！沈泽的脸上此刻已经满是恐怖与冷汗，他不断推搡着面前的混混们，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做出半点动作。一群人围在一起，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那些红衣女人们所包围，眼看就要被全部虐杀殆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时候林千怡忽然对我说道：四舅，我去拖住那些女人，你去想办法用麻醉剂弄昏陈雨桐。可是那些红衣女人……我指了指陈雨桐所在的病房，在那里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几个红衣女人并没有为了沈泽而追出去，而是安静地站在陈雨桐的身边。看起来他也清楚自己的弱点就是他的本体，因此留下了几个人形傀儡来保护自己。而只要有那几个红衣女人在，就算是林千怡掩护我也很难对陈雨桐做些什么吧。不过还没等来得及把这话说出来，林千怡已经从隐蔽处冲了出去。见状，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紧跟在他身后。咦，你们还在这儿啊？这是我和亲爱的之间的事情，你们2个警察请不要插手。见到我们冲了出来，陈雨桐朝着我们一指，原本正围在他身边的几个红衣女人立刻便用超出常人的速度闪到了我们面前，伸手想把我们拦下。林千怡微微一让，闪过了其中一个女人的手臂，随后便双手用力一夹，将面前的手臂死死地夹住，紧接着更是把这个红衣女人原地拽起，就这样如同扔链球一样旋转了起来，把旁边的红衣女人扫倒了一片。真不愧是7次9局最强的女人呢！我摸了把冷汗呢，便趁着这个机会朝着陈雨桐的病房跑了过去。眼下陈雨桐身边的几个红衣女人已经全部被林千怡缠住了，这正是我动手的绝佳机会。我冲到陈雨桐身旁，抽出口袋里的麻醉注射器，刚想朝着他的脖子上扎下去，突然从边上冒出了一张恐怖的脸。原来在房间角落里竟然还躲着一个红衣女人，刚才她可能是隐藏在角落里没有让我们发现，亦可能是陈雨桐在我冲过来的时候临时变化出来的。不管怎么样，她都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出现在了我的身边，手里拿着一个匕首就朝着我刺了过来。我根本没时间躲，下意识的我抬起手就朝着红衣女人一拳打了过去。不过当我的拳头在半空飞行的时候，我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我身边的这个红衣女人在力量上可是几乎可以与
林千一媲美的存在呀。和他们的力量比起来，我这一拳岂不是如同棉花一样软绵绵的一拳呢？不但不可能伤到对方，反而恐怕要激起对手的愤怒。而现在病房角落里躺着的2个混混的尸体，恐怕就是我几秒钟之后的下场了。虽然想了那么多，但现实中我的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眼看着拳头已经要打中红衣女人的那一刻，忽然间空气里似乎多出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紧接着我的脑袋便是一胀，原本朝着红衣女人脸颊打出去的一拳，一下子偏离了方向，最后落在了她的肚子上。只听啪的一声，那个红衣女人就飞了出去。我一看，顿时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力气什么时候变那么大了？刚才那一拳虽然是我在极端恐惧时候的条件反射，用出了不少力气，但别说这些个陈雨桐用能力变化出的红衣女人了，就算是普通人也不可能被我一拳击飞呀。再一看却发现飞出的那个红衣女人竟然不见了，最后落在地上的却是一个半旧不新的布娃娃。看到这一幕，我心中顿时一亮，明白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是驱魔阵，刚才我脑中那奇怪的感觉一定是驱魔阵被激活了。张默这家伙不愧是龙虎山的正牌传人呢，他关于陈雨桐的能力与会附体的冤魂类似的推测果然是真的，这个驱魔大阵真的能破解陈雨桐的能力。这时候外面也忽然传来了一阵阵略带喜悦的惊呼声，看起来外面的那些红衣女人也和我这里一样，都变回了娃娃的样子。反观陈雨桐这一边，却是一脸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我这是……你们刚才到底做了什么？没工夫回应陈雨桐的疑惑，我径直绕到他身后，抬手便勾住了他的脖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